大家好啊！大家还记得马斯克那个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吗？最近他们又有了重大突破啊！他们第二位植入者 Alex 已经华丽登场了，而且表现的是相当惊人。Alex 是谁呢？他是一位曾经的汽车技师因为脊椎受伤导致四肢瘫痪。那现在呢，通过 Neuralink 的这个脑机接口他几乎是获得了重生。我们先看一下他打 CS 的一段视频。你能想象吗？这是一个四肢瘫痪的人在操作电脑，在打 CS2。现在呢，Alex 刚刚做完手术，脑机接口连上电脑之后仅仅5分钟，他就能意念来控制光标了。短短几个小时内呢，他就在一项叫做 WebGrid 的测试中呢，打破了使用其他辅助技术的最高纪录。那说起这个 WebGrid 我得稍微解释一下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小游戏，而是呢脑机接口界的跑步机测试。你想象一下，电脑屏幕上呢有一个网格里面有很多小方格，测试的时候呢，这些方格中会随机出现一个目标点，然后参与者的任务呢就是用意念控制光标，尽快的移动到目标点上。所以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这个测试门道可多了它不仅是测试你移动光标速度，还要看准确性。最后呢，你是不是准确的停在了目标上？还有呢，这个光标移动的流畅度也很重要。你走走停停那个不行最后呢，还得看你能不能长时间的保持高水平的控制。所以 WebGrid 之所以重要呢，就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平台，让研究人员能够可以客观的比较不同脑机接口系统的这个性能。简单来说呢，它就是脑机接口的标准跑道。而 Alex 呢，在这个跑道上他使用 Neuralink 的第一天就打破了世界纪录。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也说明Neuralink 它的系统在速度和准确性上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同时也展示了 Alex 的惊人的适应能力。Alex 他兴奋地说我对这个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印象深刻。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我们知道这个 Alex 最喜欢干什么吗？他玩游戏，特别是刚才说的这个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CS。以前呢，他只能用一种叫做 Quad Stick 的口控设备玩。那这个设备只有一个操纵杆，所以呢，他要么只能移动，要么只能瞄准，不能同时做。那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呢它是可以，就是这个装置的样子大家看到了吧？用嘴来控制，可以说AI 对传统行业的打击是全方位的。像 Neuralink 这样的技术如果普及，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可以说灭顶之灾。当然我们也能看出人家是动了脑筋的。你手不能用吗？能吃饭吗？ OK， 那我们就开发一个用嘴的。那现在呢，有了 Neuralink 的脑机接口Alex 可以同时移动和瞄准了。他兴奋地说呢，只是在游戏里跑来跑去就已经很爽了，我可以随意的左右看，而且不用手动操作这个 Quad Stick， 是吧？我想看哪里，视角就转到哪里，这简直太神奇了。那你们可能会问这个 Neuralink 只能用来玩游戏吗？当然不是了。那 Alex 呢，还有一个梦想是什么呢？学习使用 CAD 软件来设计 3D 物品。那在受伤前他就喜欢修理和改装各种车辆和大型机械。现在有了 Neuralink， 他的梦想就成真了你们猜怎么着他在植入脑机接口的第二天 ，Alex 用 CAD 软件 Fusion 360设计出了一个定制的支架，为他的 Neuralink 充电器量身打造。那这个支架呢，随后被 3D 打印出来，完美的融入了他的设备中。Alex 他高兴的说呢，从有个想法到把它设计出来，再到最后真的做出实物来，这让我感觉我又开始创造出新东西了。那现在 Neuralink 的团队现在正在和 Alex 一起努力让他用脑机接口更高效的工作他们也在开发这个新的这个功能包括比如说用意念实现不同类型的鼠标点击，这样 Alex 就能在 CD 软件中呢快速的切换各种模式像缩放、滚动、平移等等那说到这儿那可能有人会想起 Neuralink 之前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们第一位植入者 Nolan 呢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他脑子里边一些电极呢出了问题，灰缩了那个导致设备呢一度是无法正常工作。但好消息是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Nolan 的电极已经稳定下来了，他的脑机接口性能不仅恢复了，而且比之前的世界纪录还提高了1倍多。
那为了避免 Alex 也遇到类似问题呢 ，Neuralink 啊这次采取了更多的这个防范措施啊，比如说他们想办法减少了手术时大脑的移动，还缩小了植入物和大脑表面之间的间隙。到目前为止啊 ，Alex 的脑机接口运用的很好没有出现这个电极回缩的这个现象。Neuralink 的团队呢，当然没有就因为这点成就止步啊，他们正在开发更多令人兴奋的功能，比如说他们希望能够多次解码，就是让这个多次点击解码和多个同时移动的意图，用脑子控制多个东西同时移动，这样呢就能提供完整的鼠标和游戏控制器的功能。他们还在研制呢如何识别手写的这个意图，让用户呢能更快的输入文字。所以你想象一下，将来啊那些无法使用四肢的人、肢体的人，他们可能就能轻松的使用各种数字设备。那些无法说话的人，比如渐冻症患者，也许能够重新获得交流的能力。Neuralink 的愿景呢，当然更加宏大了。他们希望这个技术啊，最终能让用户呢自主进食、控制机械臂，甚至呢操纵轮椅独立移动。那马斯克呢，对于他的 Neuralink 未来是充满信心的。他大胆的预测呢，如果一切顺利，几年内可能有几百人植入 Neuralink 的脑机接口，5年内可能达到数万人，10年内呢可能有数百万人使用这项技术。他甚至表示啊，他愿意亲自测试，把芯片啊植入自己的大脑，就这个 Yep， 就这个Yep。那这项技术的发展啊，速度之快，这个成果之惊人啊，已经让不少人兴奋不已有热心的粉丝已经开始呼吁马斯克出售 Neuralink 的 T 恤了当然呢，我们也应该保持理性脑机接口技术还处于早期阶段，可能呢还有很大的未知挑战和风险。当然你不可否认的 Neuralink 的这些进展为很多人带来了希望就像 Alex 说的Neuralink 是我重获自由和独立的重要一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科技进步就是这么直接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同样的打游戏，他们打出了一片新天地。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像 Alex 这样的故事看到更多的人通过这项技术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还可以控制机甲我们一起期待Neuralink 脑机接口技术的未来发展。谢谢收看，再会。